好 ，TBS 做民调哈，今后一定很多选举民调会出来了哈 ，TBS 也会做哈，持续的做。说柯志恩哇，民调这么高哈，吓我一跳，40%，只输赖瑞荣42%，这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了。然后呢，42%跟许志杰比35%，柯志恩跟邱莹比43比30，就是超过误差范围啊。然后柯志恩跟林黛华40比30%，所以现在柯志恩跟赖瑞荣几乎是平分秋色，在高雄，在高雄这地方真的不简单哈。那另外呢，不过陈其迈的民调还是不错的哦，所以并没有说因为对绿营不满意，所以支持柯志恩，并没有的。这个陈其迈的满意度是这么多年来最高的哦，就任1年哦，然后呢连任近3年，65是新高，不满意也高了23%。那不管满意65%，为什么满意呢？哦，说71%的市民认为演唱会有助于高雄的经济发展，哦，因为它的巨蛋是免费的，所以吸引很多的团体去，像最近那个韩国那个 Twice 也去了嘛，很多时候它免费，而且它会制造这个产生很多的边际旅馆啊，什么都涨好几倍啊。餐饮业都涨价啊，机票很多人飞来，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真的搞了大牌了，不止台湾人去啊，亚洲国家、香港什么都有人来看啊。那所以71%的高雄市民虽然有帮助，那为什么大家到高雄？因为台北小巨蛋就很贵啊，大概我听他们那个艺人办演唱会能够赚钱的大概10不出2、3都赔钱，只是为了要公蛋非要去不可。大巨蛋更糟，所以要给钱，他还要占你的股份。知道意思吗？就是你这是他要占你整个收入的多少的股份还要占，哦，所以高雄因为他都免费，所以就哇，这个团体愿意去哈。那另外呢，这个柯志恩说呢，跟观察趋势一样，也就是说呢，他的民调越来越高啊，支持度高啊。那另外呢，邱莹在凤山办造势，说有5万人力挺哦，而且苏贞昌也可以去压轴助讲。陈水扁也出来讲说，他认为邱莹最能够这个继承这个陈其迈的脚步哦，而且跨派系15个议员哦都去，立委呢邱志伟哦，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林楚英啊、李博仪啊、黄捷等等议员、立委很多都去哦，齐聚凤山，高雄就3山嘛哦，冈山、凤山、旗山哦，那另外呢这个陈其迈说这是要君子之争，因为现在有4个。哦，在高雄，民进党要争取，说交给市民决定哦。所以呢，到底是不是蔡英文、苏贞昌苏英连线对决新潮流呢？哦，大家认为是这样子哈、哦。那另外呢，这个苏贞昌说不能够高雄不能被国民党赢去啊，如果被国民党拿走，民进党要包起来哦。国民党呢，民进党就要包起来了，所以不能再包起来，就是说收摊的打包的了哦。所以高雄这么重要的地方不可以输哦。那陈水扁说他也支持邱莹，我们看一下。为借由这场的造势大会，我要甲咱所有的市民朋友讲，我已经准备好啊，准备要接棒陈其迈。咱来选一个。甲国民党会拼、会战、会堪得检验，选会赢的人，唔那是爱选会赢，佮爱做会好的人，这个人就是伫遮的邱莹。邱莹30号下午举办首场大型造势，喊出现场突破4万人。前总统陈水扁还特地录制推荐影片。甲其迈啊的个性足顶真的，足温暖的，足亲切的。我是讲，你到我都能延续其迈啊路线。邱莹上届亲像伊的风格。但根据 TVBS 民调中心11月底最新调查，如果1对1的对比，只有赖瑞荣赢过国民党的柯志恩，另外3人都暂时落后，其中赖瑞荣小赢2个百分点，而林黛华最多落后10个百分点。谢谢所有高雄市民的鼓励与支持。那任何的民调，我们都会纳入参考。未来我们会持续提出更多的愿景、实际的做法，还有深入基层。可以看到柯志恩跟赖瑞荣的年龄对比，随着年龄层的增加，柯志恩的支持度越高，但20至29岁对手足高他1倍，导致政党支持度除了蓝绿各自归队，民众党挹注蓝营也从2个月前的7成，如今飙到快要8成。
根据目前绿营执政的高雄市，陈其迈个人的满意度虽然过去4年上上下下，但最近一次来到6.5%，创下历次新高。尤其在演唱会经济的表现上，更是超过70%民众认为有助于经济发展，也成了左右下届市长选举蓝绿选民投票的重要关键。用人怎么看？是，其实看到今天这个民调，我一点都不意外了哈。其实 TVBS 9月的民调就已经显示这个趋势，甚至那个时候柯志恩跟赖瑞隆其实是41对41，这次还退步了，让了2%哈。那我想可能还有一些因素，虽然这个都在误差范围，差别不大。所以其实柯志恩在高雄的步伐是非常稳健的，他也是历来从来国民党。如果是从外地来的话，都是临时征召，然后选完没选上就跑掉了。但是他是真的蹲点下来，那他除了真的蹲点，而且他在高雄已经买了房子啊，是以住高雄为优先。那当然立法院要开会，然后他回去的时候，他都一定会选择一些就是那些群众地方好，包括庙会这些地方，他去天天去走，而且他在社交媒体上、社群媒体上的曝光非常高，处理的也非常精致。毕竟他跟以前在电视媒体做过节目有关系哈。那当然，柯志恩，我为什么也觉得说他在高雄目前的状况真的是算是很稳健哈。那这个稳健也是他接触群体够广，还有呢，他拿捏的那个接触的分际很强。那我曾经在高雄走的时候，对不起啊，我们那个民进党的朋友，那其实有绿营的金主啊，那其实已经在希望能够过来支持，但是有很多考虑了哈，包括广告的那些设计，就他们就觉得说，现在民进党的盘这4个斗得太凶了，那柯志恩很稳健。当然这只是我们听到的一些间接的讯息，还不是足以证明。那当然也有一些民进党的大佬，那其实是无党籍了，他以前算是地方上重要的政治人物，那但是现在就比较闲一点。他会说，柯志恩有机会哦，但是反而是蓝营的来跟我们抱怨啊，就柯志恩比较不跟蓝营的老的一派在一起啊。那其实这是他的优势，我认为，因为蓝的跑不掉，那你要能够接触就要扩张哈。那但现在看到这个民调，现在可以说跟赖瑞隆是一个差不多 50-50， 那可能进一步的扩张性还要看很多事哈，因为柯志恩你走的也是理性路线，那也是走的是比较温馨，但是又非常能够讲理，口条非常好。那至于在民进党这边呢，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大概各种民调显示，赖瑞隆在4个里面哈，就包括邱意莹、林岱樺跟许智杰4里面，赖瑞隆是领先的。那刚开始的时候这讯息没有清楚，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都在布局了。那我们其实可以诚实说，像这次邱意莹造势看起来很成功嘛，因为前阵子林岱樺在高雄造势也很成功，而且是没有大咖去哦，因为已经收手了，但是他的基本盘，林岱樺基本盘差不多3万左右，2万多到3万，那他基本盘跑不掉，就看他怎么动。那他今天是在这，他们就全力支持他，这是他多年当民代在地方上耕耘来的，只跟他，不会跟别人哈。那这是他，所以他可以动员起来，那个气氛也很那个。那这个邱意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陈其迈来嘛哈，阿扁出来。苏贞昌嘛啊，所以那个说是英苏联系，因为陈其迈的基本的色彩一定是在蔡英文这边。他本来是以陈水扁的这个重要幕僚哈，那大家也说他其实也很懂得选边嘛。那可是这一次到赖总统的时候呢，他就怎么也都是贴好了英系的标签，怎么也撕不掉哈。所以他其实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就是说他明年他做完高雄市长了，就下面是什么？这里面很多可以猜测的哈，细节我就不讲哈，已经一堆的那个。那所以这里面就考验，那他就要去有一些表现呐。那他本来很希望邱意莹能够出现了，但是新潮流但是陈其迈在高雄的辛苦呢，是因为陈菊在高雄这么多年，花妈的子弟兵太多了，新潮流南流又跟赖清德是紧密结合，跟总统是一个群体的。那这些群体的耕耘，包括你看刘世芳在内政部长嘛哈，就赖清德是在刚开始起步选总统的时候，是跟花妈在高雄团队是完全结合的。什么引力啊，还有现在去做高铁的董事长的那个史哲啊，他们其实在经营地方选举上都很有一套，所以赖瑞隆起先是靠着旧的团队一直在协助，所以他起先的起步并不是那么那么亮眼哈，反而邱意莹因为知名度很高嘛，反而是比较快的，但是整个那个新潮流团队进来以后，赖瑞隆变得很稳。
那邱莹呢，其实是可能在现在。包括他身边，他自己也很想一搏，因为我家旁边他的广告做的超大无比啊，是比较红色的颜色，因为我们那个选区是比较复杂的，那很早就一直推出广告，所以这两股力量在做最后的啪。那啪，因为在民进党的思维里面，东西是抢来的，不是让出来的，要想吃的话就要去抢。那所以这个抢就在，虽然赖玉龙起来了，但是邱莹这边是绝对不能放，再加上还有一个林黛华的不确定。那林黛华目前来讲，我的了解是初选前绝不退出，一定要打到最后出来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地方上当然有很多说法，不便多说。那许志杰呢也要玩一下，因为都在为下一步，他的政治资本下一步是什么？那当然，因为目前的那个整个政治氛围上面。如果民进党没有在江山上更多开拓，那这些人，包括尤其是陈其迈，他下一步在哪里？对立委来讲，他也没什么亏吃嘛，反正到时候提名不了，至少做一个宣传，对立委有帮助。当然，他下次选立委还是没有问题嘛。好。刚刚讲的高雄，现在讲台中市啊，最新民调。那这个是谁做的呢？叫汇流新闻网，这不是 TVB， 汇流做的哈。说呢，江启臣跟民进党要提名的何新存，如果是国民党还没提了哈，那如果是江启臣的话呢，是赢了18.9个百分点，哦，差很多，43.9比25，哦，18.9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江启臣遥遥领先了哈。那另外呢，杨琼英也宣布，也是一个这个资深立委，宣布他也要投入台中市长，他说要党内初选，哦，那本来如果江启臣一个人就征召就好了嘛，但是要党内初选，哦，说呢，杨琼英说要延续卢秀燕的建设，啊，那但是卢秀燕的民调刚做出来的民调呢，还是很高啊，满意度维持在60%，因为最近遇到好几件事情啊，什么猪瘟啊，什么。这类事情，这个支持度还是非常高的啊。那另外呢，何新存啊是说，这个民调怎么我跟江启臣差那么远呢？觉得怪怪的，说这个民调到底是不是怀疑被操作啊？何新存是民进党立法委员了啊。那另外呢，说刚刚讲卢秀燕团队维持60%啊，所以呢，这个有60%满意，27.6%不满意。12.4%没有特别的意见哈。那卢秀燕预告说精彩才要开始啊，对，精彩要开始，特别哦，从台中购物节啊到跨年到过农历年，台中有各种强打的活动，希望大家来台中啊。所以呢，他未来虽然有60%的肯定，要战战兢兢，更努力把台中市治理好啊。那徐国勇说。总统的信任度、满意度已经黄金交叉，所以没有内阁改组问题。意思就是说，总统的这个信任度、满意度往上走了啊。我们看一下，杨琼英准备好了。杨琼英说：“我准备好了。”神采奕奕宣布投入台中市长选举。大里农会的105岁生日，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要参选下一届市长的2名女性。大里农会在。国民党立委杨琼英，民进党立委何新存。民进党已经确定何新存参选，国民党则出现了党内竞争。除了杨琼英，还有早就布局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国民党人才济济，个个是强棒哈。那每一位呢，想要为我们争取台中市民服务哈，都是好事哈。恭喜，加油啊！都是恭喜，都加油啊！卢秀燕许多行程都能看到江启臣同框出现，杨琼英也酝酿许久才正式宣布。我们姐弟一起努力，一起登山。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将卢秀燕市长打下的根基，我们好上加好，让台中继续前进，更加的幸福。因为那个非重心没影响，那就是他公布了要的满意度还是有62%这样子。我要特别感谢台中市民、台湾的民众给我们的鼓励跟支持。未来我们一定更战战兢兢、更努力那治理好台中市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这些民调其实大家就都是要塑造一些风向。那所以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当然是这个江启臣本来觉得应该只有他一个人，结果杨琼英杀出来说他要选举，那他当然赶快放民调告诉大家说，不管怎样要弃保，当然是我来选最有这个机会。那至于这个卢秀燕市长的部分，他当然是很希望可以争取2028年的总统的候选人嘛。本来我们都觉得他应该是门票一定是非他莫属，结果没想到他没有承担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所以我现在觉得风向有点在变，就说大家可能这个国民党内的这些支持者可能更倾向支持郑丽文或像韩国瑜，就毕竟这两个可能更有这种号召基层的这种热情所以呢，当然卢秀燕自己也要想办法帮自己拉台嘛。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先做一些民调，说我的市政很棒啊，我前面的这个风雨都过去。那再来就是赶快这个下面这个台中市的这个市长的这个选举必须要热起来。那他作为这个国民党的母鸡，他当然是不管押宝哪一边，他都有这个画面。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目的其实是这个。委员怎么看？我想这个非洲猪瘟的民调，它整个出现之后，它是一个对中央民进党政府一个照妖镜因为当时一直要把非洲猪瘟责任放在卢秀燕身上。那像他民调满意度超过60%嘛，代表说当时大家一直质疑中央的破口。路径的这破口一直没人去检讨，所以你真正源头不去检讨，你反而把它怪到卢秀燕的身上。的确，就回到台中市民，最后他这个危机处理，大家会愿意给他一个超过60%的满意度那当然，这个对于卢秀燕接下来不然他接下来政治路，当然觉得是一个正面的加分那回到台中市长选举，杨琼英的确过去担任过卢秀燕的副市长。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密切的一个关系我不认为杨琼英委员出来参选，就要所谓党内初选是个坏事很多支持者可能会觉得说国民党赶快征召出一个但老实讲民进党不管议员什么都有所谓初选他们在初选的时候，其实提前打热了选情的热度，也是提前让选民认识这个人更有热情，更有支持度。所以我觉得杨琼英跟江启臣在台中市愿意初选不是坏事，但有一点必须关注时序不能往后拉。大家都说我们给大家准备，明年5、6月再决定人选。民进党都已经决定人选，好整以暇，还等你们这个国民党出人选。所以我会觉得提前的开打，但尽早的把人选确定之后，整合出一组人马之后，当然在台中市的选举，我觉得会更有加分作用。但最后补充一点刚刚讲到柯志恩的事情我觉得T台民调有个重点就是它有针对地区有不同的民调，什么凤山、大寮、冈山、美浓等等柯志恩在他2波9月跟11月这2波的民调里面，冈山、美浓是柯志恩唯一民调上升，而且上升超过6%的区域。为什么？因为美浓当时这个大峡谷嘛，这个盗采砂石案件。换句话说，今天除了地方基层之外，柯志恩他是有带领议题的能力，发掘高雄市的问题，把过去比较偏绿的选区，透过空战的方式、议题的方式，会激起高雄市民的一个支持所以柯志恩我觉得现在在高雄里面真的是大有可为，因为基层他已经跑了4年了，努力在那边蹲点。他空战议题能力，老实讲也是非常国民党里面也是佼佼者带动他们高雄市的其他的议员小鸡们，我觉得整体性作战接下来高雄，然后包含我们台中市都有机会这样子持续的维持让国民党执政。这个卢市长他过去这个把自己这个妈妈市长让台中市民其实非常安心，度过几次在台中市很大的一个危机那反而是经历过这些事情，台中市市民对他信赖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卢市长过去碰政治议题跟国族议题的机会比较少，未来他的团队如何在这2块加分，帮他加分在市长结束之后，如何去处理这2块，恐怕是接下来要关注的。那回过头来看高雄跟台中的提名，柯志恩很早就定于一尊，就是虽然国民党还没有所谓的像民进党选对会但是很早就定于一尊，所以我们看到各式各样民进党还在内耗，但是国民党已经其实很快的，柯志恩已经下去布局，无论是接市党部的主委，或者是各项选举的准备，其实早就在做准备。那台中如何避免在提名的过程当中内耗？当时卢秀燕跟江启臣其实没有对外公布哪一天在民调，就是然后他们做了2份民调，这2家民调都是他们2个自己一人选一家可以认同的，没有互相攻击就结束了那个初选。那接下来党中央包括郑丽文主席如何去处理这一块，避免在初选的过程当中，可能2个人自己不会有互相攻击，但是各自的支持者会互相攻击，这反而造成未来选举的破口，让民进党捡到枪。我觉得这是接下来要注意的地方。是吧，兄？我是台中人，所以关心台中市。我台中出生的，其实卢秀燕做得很好了。我算是
偶尔回台中了，我家人很多亲戚在那里啊，他们对卢市长的评价非常高，非常高，非常高啊。那刚才有提到说，他们像何清纯讲说，哎呀，这个怪怪的啦，这个民调怎么输江启臣这么多？所以我建议了，这个叫什么汇流新闻网，再做一个民调，杨琼英 vs 何清纯，杨琼英 vs 何清纯，我认为杨琼英还是会碾压何清纯，还是会赢很多，因为他在立法院的表现比何清纯好太多了，好太多了哈，而且加上整个台中市来讲的话。卢秀燕最近这几年，她的民调一直很高啊，满意度一直很高。前一阵子的惠州猪瘟的事情看起来有点挫折，可是回来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嘛，非洲猪你怪那个无期那一期啊，你要想非洲猪怎么来的，它不会自己长出来的，一定是境外进来的嘛。这一步来讲就很清楚的，你非洲猪，你想一想，过去苏贞昌怎么样吹嘘他的政绩，说你看我守得这么好，这个非洲猪瘟都没有进来。我的海关做的多严格，为什么左龙泰你就让他进来？然后大家想，可能海关或者走私，这个都是中央问题啊，不是地方的问题啊。地方就是因为有走私什么的，到了这个武器那边才爆出来的。结果现在我们的卢市长把它承担起来，而且处理的非常好，所以他整个民调上来，对于他不管是最后是江启臣或者是这个杨琼英。这有一定的加分效果，民进党要赢这一局，我觉得很困难。我同意叶秀刚刚所提到的，他们中间的这种民调啊，时间呢能够越短越好，越短越好，否则的话内耗也不好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台南。后壁乌树林燃烧第10天，那安南城西掩埋场冒出大火，在抢救，这怎么回事？垃圾本来当然，因为垃圾场它容易产生沼气，沼气容易燃，这也是事实。但以前也有人坏呢，反正掩埋的时候给你烧一把火烧了就没有了嘛，烧了。以前呢，最早的时候在台北县那个时候呢，淡水河旁边堆了很多垃圾，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焚化炉，他把堆完了以后，就把那个垃圾推到那个基隆河、淡水河里面，水也冲走了，也没有垃圾，最后各种糟以前那个违章建筑，虽然它改建不改建，一把火烧了，全部烧光就改建了。但谁烧的呢？也搞不清楚那怎么会这个？而且到第10天，怎么之前怎么没有去救呢？这也很奇怪那城西掩埋场也冒出大火，到底几个垃圾场烧那而且呢，说城西可能蓄热1个月。1年烧了3次，烧了以后呢，说灭了，它里面呢还在隐藏，还在闷烧，然后又来烧了，1年烧3次，所以又传了火警了大家现在听到火警，因为香港其实蛮紧张的虽然这是垃圾场，还是要很小心。那另外呢，这个黄伟哲说不要担心，说里面没有石棉瓦，因为石棉对身体不好，没有石棉瓦，没有什么也不能这样烧那这个说呢，因为污染。大火然后呢，这个还有包括境外污染，因为现在这个风吹来等等，所以台南整个府城臭味弥漫，大家很抱怨。谢龙介今天质询环保部长，就说因为环保部长坚持说，就是黄伟哲说没有石棉瓦嘛，那这个环保部长说我们也查过，那个地方没有石棉瓦。那谢龙介说：“我给你保证是有石棉瓦，我在地立委我还不知道吗？我知道有因为这是很多是建材等等之类的嘛他说呢，这个地方的垃圾分类从风灾以后才开始的，之前里面一定有石棉瓦。你现在说现在没有，现在因为开始分类了，可能没有，之前是有的，都埋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民怨灌爆环保部长的脸书，也因为民众闻到那个气生气而且把它毒看一下，黑夜之中冒出大量白色浓烟，众多消防车到场，就是这一片约20公尺高的垃圾山下方出现橘红色火光，燃起熊熊大火。出动好几部怪手重机具到场开挖，要控制住火势燃烧范围。消防人员则冒险站在垃圾山上涉水灌救。
台南安南区安庆路3段往焚化炉旁的晨曦2期掩埋场，30号晚间冒出大火，现场约6层楼高的垃圾山陷入火海，消防局还通知环保局空污警报。市长黄伟哲在接获消息后也赶往现场，燃烧范围是生活垃圾暂置区。这一次起火范围和石棉瓦堆置的3期掩埋场是不同区域。环保局监测风向可能影响到安南区的空气品质，只是10月中晨曦掩埋场才燃烧1000平方公尺，耗费近7个小时才处理完。还有后壁乌树林暂置场燃烧至今10天了，还在产火处理中。如今有掩埋场燃烧，外出要特别注意。季凯，明年底这个县市长选举高雄跟台南胜负都是一线之间，没有像以前民进党搬个西瓜就放在那里，高雄就赢了，台南就赢了。你看台南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高雄还有点变数啦，好歹2018年韩国瑜赢过了，台南都很多年没有了啦。我民进党还认为说他们还是会赢，等一下我们好好来分析了哈。现在当然这个看起来胜负都是一线之间了。那现在台南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之前这个乌树林这个战士场，它已经连烧10天烧10天，你为什么那时候没办法扑灭？那现在更离谱了，晨曦这个掩埋场是什么？它是20公尺高的一个掩埋场，垃圾山，1年烧3次哦，连他们环保局长自己都出来讲，一共1个月前刚刚烧过，1个月前刚刚烧过，你为什么？他说那个可能这次是余烬里面又烧起来，那你这个就是治理问题了啦。这么多地方都在烧，而且你没办法处理，所以黄伟哲跟你这个市政府这是管理上的一个问题了。这么对得起台南这个民众呢？那台南你再往前推，台南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光电啊。光电不只是88枪，全台湾最密集的光电就是在台南嘛。台南有多少光电的弊案，一件都被拿出来，所以台南会不会变天？现在看起来，从每次的这个民调里面看起来，这个谢龙介也慢慢在追上去。那郑丽已经拉了谢龙介的手嘛，说明年我们把那个台南赢回来。所以台南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那高雄，我们刚刚在讲的时候看民调嘛，民调看2个啊。一个就看那个趋势，一个就看它都有几个要去看。最近所有民调你摊出来，只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就是柯志恩是比较低的，其他大致上他都是跟民进党这比较领先的人都是咬得非常紧的。所以我刚刚讲说高雄是有机会，而且高雄有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刚刚讲的台南有某些这个太阳能的光电，还有这个火烧山这个事情是吧？高雄是发生什么事情？高雄是那个整个大树的那个山整个被铲平去发展光电后来又发生那个土石流还有刚刚讲的美浓这个这个整个大众股，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垃圾山，就是说就当地的人民来讲，我现在一直火烧山我那边都已经是空气都受到影响了，然后每次你都有人民都产生了这个影响，我觉得台南跟高雄这是变天可能性是存在，不过也要提醒了，在野党都不能够太乐观了。我提醒一个非常重要，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民进党不只是他的预算是历年来的新高，他最近编了非常多的特别预算。现在民进党政府手上是有非常多的行政资源，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们就是现在内部在打没有错啊。刚刚讲的，你在像在高雄，赖清德支持的这个赖瑞隆，对不对？然后蔡英文这个体系，包括陈其迈还有孙昌、英苏的这个联盟，他们去支持了这个邱意莹，他们现在互打。可是我讲，他们平常打完之后，他们是合起来去抢东西的嘞。所以后来他们是会团结，就是说在高雄、在台南还是会团结的。所以我觉得在野党不要轻忽大意，特别在提醒，这次这个高雄跟台南能不能攻破，是赖清德党主席能不能保卫的一个保卫战。只要攻破任何一个地方，赖清德只要下台，2028年这个民进党这个总统候选人，不见得就是台南高雄，民进党还会继续执政吗？有没有可能被攻破？应该说我们都一定要战战兢兢啦。选举没有一定赢或一定输，我们都一定是非常审慎的看待。那不过我要再次强调，总统绝对没有介入初选呐。基本上你们一直在扣说总统是新潮流，但他早就已经退流，因为他是这个全民总统，所以基本上他没有参与任何派系的运作。那最重要的重点是，你看，如果你要说新潮流，高雄就2个新潮流，赖瑞隆跟许智也都是啊。那如果说真的是要整合的话，那总统早就叫他们整合啦，可是并没有嘛。所以民进党就是一个自由参选的状况，在台南跟高雄这个过去认为说现在是一个执政的地方，我们就是开放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初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台南高雄这么热闹的原因。那当然我们一定是要非常勤恳的看待选民的意见跟这个状况。那所以垃圾山这个事情也非常重视。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央的这个在这个环保署的这个部分，它特别的
要来做这个所谓灭火的动作，然后把很多可能过去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它要一次来做个解决，不管是空气的监测，或者后续的灭火，或再后来的垃圾处理，我们也都编列了预算，希望过去在风灾的这一段时间，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垃圾可以尽早的来清除。那我想这个绝对是大家不管中央地方，其实大家都是一线的啦。那中央每次看到地方发生问题，也都是出动中央的这个救援系统去帮忙救火。因为像新北市也有垃圾山的燃烧啊，我们看到苗栗、南投都有啊，每次也都是中央派这个大量的这个水车去灌救啊，这个消防系统，所以大家是一体的啦，同岛是一命的。来，廖教授怎么看台南？第一个，我完全同意刚才伟山说的，选举是不可测的。好，现在说一定赢或输，我觉得也不能够讲那么死 ，never say never。好，但是呢，台南跟高雄比起来，我自己评估，我跟那个齐凯稍微比较不一样哈。台南跟高雄评起来，我觉得高雄的机会就是可能有翻转机会。当然，民进党一定会全力的 defend， 然后这个我毋庸置疑。但是高雄的机会会比台南好一点哈？为什么？台南是我们赖总统的本命区。他一路是从台南发迹上来的，那他对这边的关注也是非常的强。虽然可能现在在那个陈亭妃跟林俊宪嘛，可能还有个王定宇守在旁边哈，但其实都还有很强的竞争。虽然现在民调看起来是陈亭妃高了哈，但是我们在整个评估里面，现在反对党觉得这2个都拿下来的话是反对党的大胜利，但执政党同样也会觉得，就是民进党也会觉得这2个都已经长期都在绿营手中。绝对有不可失之痛，不可失的这个疑虑和权力的防卫，所以在台南这边，我们都认为是不能够排除陈亭妃在拼命的这样子努力耕耘下，他最后呢赖清德是有可能妥协的。如果民调就是初选了哈，这个方面我相信民进党是会尊重，因为陈亭妃跑基层真的跑得非常积极。那至于我们叫您说那个谢龙介呢，那其实真的我知道很拼，也很那个，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毕竟还有一个叫做。陈以信的，现在要跟他抢一下哈，要争一下。但我想国民党有初选有竞争，绝对是好事，因为你才可以把不同的票源带进来。如果很早就定一尊了，像柯震现在年轻票源比较差嘛，如果你增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议题出来哈，这是竞争和不竞争的差别。那至于像高雄呢，我觉得它的那个诡谲多变性，还有高雄本来的结构性，因为高雄2018是翻过天的，那只要来适当的人选，然后民进党内部呢这一次的兵分4路，这兵分4路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林代化的不容易妥协性，而且林代化的支持者的坚固的盯紧林代化的那种忠诚度。那这个因素，只要林代化在初选没有出现，那他会下一步怎么动，还有他的支持者怎么动，都是在高雄市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对，那当然还有这些柯震本身抓议题能力，而且维持那个形象始终是正面的。然后在社群网站上面做的很好的一个，我觉得整个那个形象的体现。我觉得高雄跟台南国民党这次都很有机会的，因为最近你看到高雄出了好多纰漏嘛，台南的话一直出纰漏，光电的事情整个就纰漏一堆啊，所以整个来讲整个大势啊是对民进党是不利的了哦。那现在赖清德，各位不要忘了，赖清德他的性格是非常的使用自己人呐、基本上来讲，我不好意思讲用狭隘好了，他基本上是偏听偏用，他很清楚，大家都清楚嘛。台南市他就要林俊宪嘛，高雄来讲的话就要赖瑞隆嘛，大家都很清楚他的底细就这2个。那你说开始初选了，这个伟善讲得很漂亮，他都没有介入，怎么可能没有介入？各位想一想，怎么可能没有介入？打死我不信，介入就不用初选了，对不对？初选还是要不要忘了，是不是？不要忘了他的切身之痛，当初2020的时候初选，民进党初选跟蔡英文拼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民调赢2位数啊，后来哗啦，网军开始他求饶，他输掉了，他是初选的，这里面来讲，即便他心里有那个他初选，但是他一定所以有初选，他一定相信嘛，他也接受。你听我讲啊，他一定相信他有办法去操作，就像蔡英文当初有办法操作，就把他杀下来一样，他可以去操作。
其实我们选举选那么久，选举其实是看一个盘跟势。什么是盘？基本盘啊，什么是势？是看趋势。因为离选举还有1年的时间，所以通常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民调，但我们自己候选人都会找同一家民调，每一个阶段的时间做，我们才知道那个趋势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否则很多会是被操作的民调。那诚如柯志恩所讲，那个趋势其实是一致，所以我觉得高雄有机会，当然台南也有机会，但是有没有机会？虽然民进党在高雄跟台南看起来基本盘比较大，但是能不能产生化学变化？譬如说，大树的光电事件，譬如说美浓的大峡谷，这些其实都是让民众很反感。相对的，台南的这几个弊案，还有包括风灾过后治理的问题，还有这一次垃圾山已经连续烧3次，那个垃圾的管理到底出现什么问题？这都是让台南市民跟高雄市民反感，我们要好好提醒。我想在现任总统有没有介入民进党初选，没有实际的证据哦。但你说在现任总统不挺林俊宪吗？可能全台湾人都知道吧。类似这样，他当然会影响到他的党内初选，他们一个机制哦。所以当然，我觉得如果今天台南不是林俊宪，或高雄不是赖瑞隆的话，赖清德总统连他党内都控制不了的话，我相信面子当然挂不住啊。回到台南，我觉得台南是有机会的哦。至于在于什么？这一次的这样子的所谓的闷烧案。黄伟哲刚刚讲说，城际的垃圾山没有所谓石棉网，此地无银300两。因为之前大家谈的是后壁的部分，谢龙介委员在去调查现场会勘的时候，跟台南市的代理的环保局局长许仁哲局长清楚的透过答问，许仁哲局长跟他讲说，第一批风灾的这个所谓的废弃物是没有分类的。大家知道早期我们台湾很多屋顶都石棉瓦屋顶，没有分类进到后壁的这个垃圾掩埋场，当然它烧的时候担心会有石棉瓦的问题嘛。所以如果今天台南市的民进党执政，他连基础的这个事实都不敢跟台南人报告的话，石棉瓦燃烧会怎么？会有石棉的纤维啊，会引起肺癌啊。这么严重的事情都不敢诚实的跟台南市民报告的话，他当然也会激起台南市民的不满。所以我过去的确认为高雄比台南的机会大一点点。如果这个事情再延烧下去的话，我觉得高雄、台南的机会国民党一样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李友仪突然请辞民众党的发言人，而且退出民众党，发言人请辞就算了，还把这个党籍都退出来啊！他不但是民众党的发言人，他还是财务监督委员啊，监督民众党财务的。但我看的消息也很讶异，他礼拜5、上礼拜参加我的节目啊，坐那就张委员那个位置哦，他那时候没讲他要退出民主党，那我们介绍还是民主党发言人，就下了节目以后，就看到新闻哦，他退出了哈，到底怎么回事哈？那他其实很早就说要选2026年3重泸州的议员吧啊，那所以呢，这个民主党另外倡导人呢叫朱慧荣，他也这个批评黄国昌说把人抹掉没有仁义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所以不止李友仪、朱慧荣也宣布退党，一下连退了2个哈。那谢立功是前民进党秘书长，他说党应该有温度了，给人家温暖。那温度到哪里去了啊？李友仪上次选立委吸了84000票，当时等于是蓝白河这个地方啊，算不错的。虽然没有当选，但是也蛮好的哈。那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因为跟周小云挂了看板说是不是因此把李友仪逼退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外面也在猜测了哈。也被问说会不会加入国民党？李友仪说未来不排除啊。那另外呢，民众党发言人李友仪退党，说到底是不是跟所谓4大金钗有关啊？那4大现在都要抢攻议员嘛哈。那另外呢，问了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说不予评论，然后接着讲说欢迎大家加入民进党，所以要拉人了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需要心无旁骛的做这个学业的部分，所以就暂时退出民众党了。宣布退出民众党前发言人李友仪说要专心读博士，但2021年入学有7年修业年限，为何挑此刻退党？这是原因吗？
民众党三重芦洲区主任周小云和黄国昌合挂看板，作为同样争取同选区的拟参选人，黄国昌偏爱周小云，多次活动同台，但就是看不到李友仪身影，才因此心灰意冷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他曾经一起努力过，他要求学就好好让他去求学，就一切祝福。黄国昌一句简短祝福，民众党也声明尊重个人规划，感谢对党的付出，第一时间表达关心。而李友仪的遭遇，看在创党元老朱惠荣眼里，很是不舍。早已萌生退党之意的他，选择同进退。看板什么都出来了，甚至有活动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请友仪也一起来参与嘛，那就表示你把他给很销声匿迹，慢慢的抹掉了。若是这样的一个党的话，我认为是非常的没有仁义，我认为我应该要支持他。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新北其他选区中，永和的王如意以及细万区的黄守士同样表态参选，但对比四大金钗的高曝光度，每都与黄国昌同台，他们明显被冷落。黄国昌挑战新北市长大位，但身兼党主席，初选制度没公布，亲疏远近，基层都看在眼里。金凯到底怎样？友谊非常优秀嘛，赵哥不是讲嘛，前几天他在这上礼拜五，这上礼拜五也算是他在念博士，他的确在念博士，好。他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就曾经有去美国国会这个帮忙辅选的这个经验，而且有美国会计师的这个资格，是非常非常优秀。像包括我在有些预算审查，有些那个国营事业的，他都还有帮我看的哈。那他上次参加这个立委的选举是非常亮丽的，他在那个民进党最深绿的地方，三重芦洲可以拿到84000票。那他也是已经有宣布嘛，就是要选这个市议员，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会找进跟他谈，因为我前阵子刚好那个国会外交10几天都在国外，我是那个我们中央的那个选举会选举决策委员会的，我最近会问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啊？对整个民众来讲，它就是一个新兴跟小党，它有些制度要建立。我们本来有规范啊，就是说你如果要参选的人，例如说一个地区里面如果出现2个人，你就协调嘛，啊没有的话就是做民调啊，怎么就会现在就退出这个退党？而且他都讲说跟这个周小云这个空降是不是因为这样才去退党？带什么因素？我想我去了解一下了。我们看到有没有机会可以挽留？也可以把他留下来。好，来发言人怎么看？离职的话，大概就是2个原因啦。通常我们看那个 HR 在讲，大概就是心委屈或钱太少，但基本上应该不是钱的问题，我想就是心委屈了。那因为李友仪基本上他其实已经在这个三重芦洲耕耘非常久了，那说实在也有还蛮大的一个知名度。而且他立委的基础选议员应该有机会的，应该绰绰有余啊。因为我知道在地的民党议员都超害怕他出来选，结果没想到他竟然就不选了。也不一定是不选啦，说明是脱党选也很难说。但一定是因为有什么原因，所以你不愿意继续担任民众党嘛？不然一个这么好的招牌为什么不用？好，所以那就一定是黄国昌个人有私心嘛。那我们也看到过去他在时代力量的例子也是一样啊，培植自己的人，其他人就全部切割，全部就不愿意帮忙嘛。以前黄国昌在时代力量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帮别人的这个子弟兵去辅选过，他完全只顾自己人。那所以这一次他恐怕会重新操作，大概又会自己去支持自己的4大金钗来厚植自己的实力，想办法排除科派，那想办法在这个民众党里面做大。我想这个是黄国昌一个内心的一个暗盘呐。梁委员。我想李友仪他这个退出，他有些指标意义哈，因为其实绿营一直把李友仪是柯文哲担任党主席的时候提名的所谓的三芦的立委候选人，所以大家普遍把他视为所谓柯文哲的嘛。但我觉得有没有那么紧密，我不确定哦。但的确在黄国昌这样的操作底下，会让然后有见缝插针去按民众党现在这个为了议员选举开始有所谓分裂的情形啊。那包含李友仪他是我刚看了一下。第9届立委选举同一个选区，国民党陈明义拿56000票。上一届就立委前一届，国民党是提黄贵仁在地的议员，深耕的议员拿77000票。李友仪上次选拿多少？84000，比国民党前2届都还高。所以这样子一个选过立委的人，其实真的选议员哦。是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因为他知名度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退党绝对会让这个绿营的人不断去挑拨黄国昌跟柯文哲之间的矛盾。那我认为这样子，其实在舆论上，当然对民众党来说不是非常好的事情哦。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没有正式的
提名过程哦。那提名过程当然党内都会有一定的竞争。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在国民党其实小选区制多席次的选举也常常发生，但是有时候事缓则圆哦。那李友仪过去当然表现很漂亮，他也曾经在国民党待过，也在中正万华选过哦。那经历过立委的选战之后，我觉得那会让一个人更成熟。那就看接下来民众党像齐凯哥说要回去了解，他后续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接下来倒是我们关注到柯文哲要开始土城10讲。哦，那后续这土城10讲会不会对整个民进党的气势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有团结10讲嘛？对，还没讲完就是对，都叫土城10讲。对，意思是他关在土城，他思考了很多问题，大概这个意思。对，那后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哦？所以后续都有待观察，但是。这个多席次的选举，其实虽然是在县市首长蓝白以后会有合作的机会，但是多席次的选举应该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状态。是吧，兄？现在李友仪原来对外讲说要念书，念完博士，可是后面没有多久了，又说，他不排除加入国民党，这个我们外界就不是看那么懂哦。加入国民党呢，就是要选举哦。那选举为什么跑掉呢？是因为被怎么样？这个可能膝盖兄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看起来就是要选举嘛，好，跟读书老实讲也没有冲突啦，也没什么冲突啦，你可以一边读书一边选嘛，没什么问题的啊。那现在来讲，我觉得大方向很重要的，蓝白这一局一定要合，怎么合？你可以联合提名也可以啊，虽然说是复数选区，这个来讲的话，就看一下绿营的一定可以拿几席。蓝白非绿营的可以全部拿几席，用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破的概念，蓝白候选人想选的统统加进来，一起看什么机制，比民调可以，比什么都可以，就是要怎么样让蓝白的席次最大化。我想对新北市长的选举也有帮助。难道教授？我看李友仪的这个退党，我不从个别，也不从这个领导风格，我看到是小党在台湾选举的宿命跟悲哀。小党起来都是因为大党给他的参与层面太少，他们以民主诉求。你看柯文哲这个民众党，他起先是要搞 i-voting 啊，全部是全民参与海选，但最后是一人领导。那黄国昌的时代力量，他也是一人领导；宋楚瑜的亲党一人领导；新党过去历史最后都是小党几个人领导，其中为什么新党没有一人领导也不行？这到底一人领导不是一人领导？这就是小党宿命，因为你想扩张，你想要在你的提名上面争取最大资源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迅速决策，而且希望能